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节日，你怎么庆祝？小美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些节日？觉得什么呢？好奇。庆祝起来，气氛会很不一样。哇，你指的是哪种不一样呢？想象一下，我去年过春节时，哦，你遇到什么特别的了？我以为会很热闹，鞭炮齐鸣。哈哈，你期待的画面是这样。结果呢，那天晚上特别安静。这倒是真的，很多城市。我当时有点困惑，这算过节吗？当然算，只是庆祝方式变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城市里现在很多地方不放鞭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还有环保原因，大家更安静。听起来节日的感觉不同了。对，他从外面转向家里了。转向家里，那你是怎么过的？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。哦，团圆饭，这是最重要的吧？当然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开心。我也是，去年和朋友在家做了饭。那也很不错，有家的感觉了。对，我们还一起看了春节晚会。哈哈，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。我喜欢看小品，觉得很有意思。小品是很多人最爱，特别搞笑。还有，过节的时候你们包饺子吗？必须包，这可是春节的特色。我觉得包饺子挺难的，学不会。没事，多试几次就会做得很好。你家都包什么馅儿的饺子呢？我们通常包白菜猪肉馅的。哇，听起来就很好吃，很香。是啊，自己做的饺子特别香。除了春节，你还喜欢哪个节日？我喜欢中秋节，可以吃月饼。中秋节也很有意思，吃月饼赏月。对，和家人一起，感觉很温暖。你们家也会特别庆祝端午节吗？会啊，我们会吃粽子、划龙舟。划龙舟很有趣，我很想看看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可以去现场看。节日真是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啊！是的，每个节日都有它的意义。这些文化习俗都很有意思。对，每个节日都充满了故事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吧，什么问题？中国人过清明节会做什么？清明节啊，我们会扫墓祭祖。扫墓？那是去墓地吗？对，表达对祖先的思念。听起来很庄重，也很特别。有时还会全家一起去踏青。踏青，就是郊游的意思吧？感受春天，挺有意思的。我朋友说清明节吃青团。是的，那个很好吃，甜甜的。我还没尝过呢，有机会要试试。每年我妈都会亲手做青团。哇，那一定有家里的味道。是啊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珍贵。节日里，家人团聚最重要。你说的对，这是一种传承。那你知道北方怎么过清明吗？北方会吃馓子，也叫寒食。
伞子，这名字好有意思啊。是的，南北方习俗差别大。有趣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习俗不同闹笑话的事？当然有，我上次去北方朋友家，他们祭祖烧纸，我以为失火了。哈哈哈，这误会可大了。我急得赶紧去帮忙扑灭呢。真的吗？那他们怎么说？他们都乐了，给我解释了半天。文化差异真的很有趣啊。是啊，所以了解很重要。那么，大家觉得在不同地方，清明节还有哪些特别的习俗？说到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古时候，清明节禁火3天。禁火？为什么呀？好奇怪。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呢。哦，原来背后还有故事。对啊，每个习俗都有渊源。我觉得我们聊得越来越深了。是的，节日承载着历史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现代人怎么过传统节日呢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，还会那么重视传统习俗吗？有些变化是肯定的，比如网购年货。是啊，那虚拟拜年又是怎么回事？虚拟拜年嘛，就是通过手机视频。哦，我知道，或者发个语音祝福。对，甚至还有定制的拜年小程序。哇，那功能可真不少啊！是啊，我过年时会给长辈发红包。电子红包是现代特色。不用现金，方便快捷多了。但感觉少了些亲手递上的温度。仪式感确实淡了那么一点点。我去年拜年时闹了个笑话。哦，快说说看，什么笑话？我对着手机鞠躬，家人看到了。哈哈，他们是不是觉得你太可爱了？我觉得他们是笑我太老派了。不过这种方式也拉近了距离。对，让远方的亲友也能参与进来。比如，我有个朋友在国外读书，远程拜年是唯一的选择了。他就用视频连线给家里拜年。那感觉一定很特别吧？是的，虽然隔着屏幕，心意不变。你说，这种变化算不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？我觉得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传承。有人说，变了味儿就不算传统了。但文化是活的，一直在发展演变。没错，就像节日食物也一直在变。以前只有自家做的年糕和饺子，现在网购世界各地的美食都很方便。你觉得节日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家人团聚和分享快乐。是啊，精神内核比形式更重要。传统习俗里有很多有趣的说法，比如元宵节要吃汤圆，象征团圆。这个我知道，还有舞龙舞狮呢。对，那是为了驱邪祈福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看舞龙表演，那气氛特别热闹，很感染人。现在城市里好像没那么常见了。是啊，大城市空间有限，但小镇或者乡村还保留着。
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吧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家乡过清明。怎么过？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他们会全村一起去扫墓，很壮观。哇，那真是非常重视传统了。对，他们还会有一些特别的禁忌。禁忌，这个就比较复杂了。比如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不能穿艳色。哦，这和我们城市里有点不一样。是啊，不同地方的习俗差异很大。那像这种禁忌，年轻人会遵守吗？这背后还有很多故事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这些特别的规矩。是啊，这些规矩特别有意思。是啊，下次一定好好聊。说到规矩，我突然想到春节。春节的规矩也特别多吧？哎呀，简直多得数不清呢。比如贴春联，还有放鞭炮。对，还有拜年、发红包这些。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？快点说说看。大年初一早上不能扫地。啊？为什么不能扫地呢？老人家说会把财运扫走。哇，这个我真的一点不知。我有次差点犯了这个忌讳。哈哈，你肯定被奶奶拦住了。是啊，我奶奶眼神可犀利了。那这些规矩，年轻人会怎么看？很多年轻人会象征性的遵守。象征性，就是不太严格咯。对，但里面的寓意不能少。比如过年好这句祝福语。哦，这个祝福语很常用啊。你知道为什么说过年好吗？可能是祝新年好吧。它其实是平安度过年关。哇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年是一种怪兽，要过掉它。真是个非常有趣的神话呢。对，所以这句祝福语很有深度。我发现节日和食物也分不开。没错，比如端午节的粽子。我一直很好奇粽子的来历。这跟屈原的故事紧密相连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吗？对，人们为了不让鱼虾吃它，就把米饭包起来扔到江里。哎，这个故事听着很感人。我有次包粽子，手忙脚乱的。哈哈，包粽子可是技术活儿。形状奇怪，馅儿也全漏了。那味道怎么样？还好吃吗？味道还行，但形状就不提了。这种传统手工，城市里少见。是啊，很多传统都简化了。有些地方端午节还有赛龙舟。哇，那个场面特别热闹壮观。但也有人觉得太商业化了。哦，这也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如何平衡传统习俗与现代呢？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。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这个。对呀，节日真不简单。是啊，比如中秋节。中秋节对我意义不同。哦，怎么不同了？我有次在国外过中秋。哇，那感觉肯定特别。没有月饼，也没有家人，真是有点心酸呢。只能和朋友自己做饭。
算是一种新的体验吧。但特别想念家里的味道。是啊，家的味道最暖心。那你呢？中秋常回家吗？我每次都尽量回家团圆。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啊！赏月吃月饼是必备的。月饼种类真的好多啊！甜咸口味都有，南北不同。比如京式和广式月饼。我更喜欢苏式月饼呢。酥皮的，很有特色。不过，大家更喜欢哪种呢？哈哈，这真的很难选。每个地方口味都独特。是啊，文化差异体现。你知道月饼原型含义吗？象征团圆，家家户户。对，它代表着圆满和谐。怪不得吃的时候很温馨。还有嫦娥奔月的传说。故事给节日添了浪漫。古代文人也爱咏月，比如李白那首思乡诗。对，那种思乡之情。节日就是情感的寄托。但现在年轻人过节，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？有些人只顾着购物狂欢。哦，这又回到商业化了。哎，传统元素被淡化。我有个朋友，过年不回家。为什么呢？工作太忙。他选择和朋友去旅行。哇，这跟以前完全不同。他的父母反而很理解。观念真的在变化啊。但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是那种家的凝聚力吧？没错，亲情的连接。那么，如何让长辈们也开心呢？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平衡一下。比如，抽出时间陪他们。哪怕只是吃顿便饭也好。对啊，心意最重要了。也可以一起做些新尝试。比如，教他们用智能手机。或者一起看电影怎么样？哎，这听起来很温馨。毕竟节日是关于团聚的。不管形式怎么改变，核心精神不能丢弃啊。我觉得沟通真的重要。让他们知道你的想法，也理解他们的期待。这样就不会有隔阂了。互相尊重和理解，节日才能真正快乐。说到节日变化，真有趣。是啊，变化是常态嘛。我们也在不断成长。节日也跟着我们变化。但有些传统真的很美。比如包饺子和贴春联。对，这些我都好喜欢。是我们文化的印记啊。我们应该传承下去，让下一代也多了解。这也是一种责任呢。更是我们美好的回忆。今天聊得真的好开心。我也觉得受益匪浅呢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是啊，不知不觉就到了。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节日，尤其提到了如何平衡新旧。
还有家人之间的沟通。真的让人思考很多。那么，在你们的节日里，有没有特别的瞬间呢？或者是有趣的习俗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。或者有什么新的想法，欢迎随时告诉我们哦。聊到习俗，下次我们聊聊各地不同的饮食文化吧。那也是一个大话题呢。期待下次和大家再见。好啦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